時任經濟部長王美花出來滅火，3道防線，你感覺你只要講一句不對就抄家滅族。第一道防線，去台化不可能，2奈米廠確定登陸亞利桑那。第二道，永遠差2個世代，現在美國廠直上2奈米已經更先進的製程。第3道防線，說只去500人，2024年公開報道，超過1000名台灣工程師移居亞利桑那。防線失守不可恥啊！可恥的是防線失守之後，指揮部宣布不好意思，防線從來不存在，是你在幻想，你幻聽。我們翻到2022年底啊，拜登親自飛去鳳凰城參加怡基電，不知道他那個時候是不是老年痴呆了。台積電說我們又加碼到400億美金，台灣輿論呢就開始想，哎呀，糟糕，要去台化啦。時任經濟部長王美花出來滅火。滅得非常有結構，我幫大家整理它的防線設計，它簡直比滅火器還要滅火器。什麼東西呢？他說去台化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而且他說我講這句話引用魏哲家門都沒有的前傳，2022年就上映過了。第二道時差防線。他說：“你們不要擔心，會有時差的。美國廠4奈米，2024年量產；3奈米，2026年量產。台灣呢，3奈米已經試量產，2奈米在整地，1奈米在龍潭規劃。翻譯成白話，美國拿到的永遠是我們完事兒的啦。哎呀，台美永遠隔2個世代啊。第3道人才防線，赴美支援才500人，台積電在台灣有5萬多個工程師，佔1%而已啦。”劉德音那時候也講，台灣沒有人才外流問題啊。他在33會演講，與會者轉述的。我們先講清楚哦，他自己沒有親自講。來，好啦，3道防線，當年聽起來硬的跟什麼一樣？你感覺你只要講一句不對就抄家滅族。你們誰比魏哲家懂？不好意思哦 ，AI 的記錄，它的記憶可能遠勝過魏哲家。而且 AI 沒有要幫忙糊弄股民跟糊弄法人的義務。來，現在是2026年7月，第一道防線，去台化不可能，真的嗎？2奈米廠確定登陸亞利桑那。第二道，永遠差2個世代，現在美國廠直上2奈米已經更先進的製程，2個時代的時差防線變成1個世代的自然時間差，而且你去翻。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敢承認這條防線後撤，甚至沒有任何一個在野立委敢講這個官方防線已經後撤了。沒有，因為沒有人認真做功課，我都不知道他們領薪水幹嘛。這個官方防線不是被推翻的，是大家假裝忘記啦，沒有這回事啊！我現在好棒棒啊，廠很棒啊。第3道防線說只去500人。2024年公開報道，超過1000名台灣工程師帶着家屬移居亞利桑那，鳳凰城的台積村都成型了。園區僱用的規模呢是多少？6000人起跳，而且那是當年，現在又要再加場，你看什麼時候就破1萬人吶？然後呢，有沒有人出來修正？沒有人出來修正，沒有，就這樣，防線失守不可恥啊！你因為美國逼迫沒有辦法，我們也就認了。但是可恥的是，防線失守之後，指揮部宣布不好意思，防線從來不存在，是你在幻想，你幻聽，你聽錯了。這一章結論很簡單啊，2020年的第一塊骨牌就是華府推導的，張忠謀都說了，是美國政府敦促台積電要移到美國，從第一天起根本就不是商業敘事，是政治敘事啊，是地緣政治敘事，只是台灣官方花了6年想盡辦法讓你相信這是商業故事，根本沒有這回事。